过去了1天1夜，那些黑衣人应是不会追来了。会不会是他们料定我们这崖没有生存的可能，便作罢了？不会，以他们的部署，是一定要将我们置于死地的。到现在还没来，只能有一个解释。我的人已经赶过来，并拦截了他们，想必他们很快便能找过来了。依王爷看，这次来行刺的会是谁的人？还能是谁？自然是本王的那个好三弟。除了他，还有谁能拿出这么大阵仗，要置我于死地？王爷这次在救灾的事情上立了功，又拔除了他的2个心腹，他自然气急败坏。宣王此人刚愎自用，毫无容人之量，且行事颇为阴狠。经过这次的事，王爷回去可得再小心些才是。叶软，本王问你一句话，你如实回答本王。王爷请说。若如你先前所说，你投诚于本王，是为了让本王隐瞒云纹之事，以及借本王来日之事为母亲报仇。可以你这些日子展现出的手段，你报仇之事并不是非本王不可。若本王死了，你反而不用担心再有人用云纹的事威胁于云家。本王左思右想，不管是昨日的马车上，以及寒潭中，你都没有以命相护的理由。除非你对本王有所隐瞒，而你隐瞒下来要对付的那个人，一定是非本王不可的。而这个人，就是君离，对吗？前世，他与君离之间一定还发生了什么，而君离一定有什么事情骗了他。王爷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昨日我不过是……叶大小姐，还记得本王在景王府说过的话吗？本王要的是绝对的忠诚，你最好想清楚再回答。本王可以不问缘由，你只需回答是或者不是。也罢，他既已看出了端倪，即便我再糊弄过去也没有什么意思。好在他说了不问缘由。是，我想杀了他。君战闻言，眉间忽而舒缓下来，仿若一道光照进了心中阴暗的角落。也罢，想来以君离那小人之心，算计君战毁叶软清白的事，定是不会告诉叶软的。叶软不明真相，心生怨恨，背叛于他，其实也不全是叶软的错。前尘往事已了，昨日他也算还过他一条命了。既如此，那便记住你今日说过的话，本王会助你达成所愿，以及亦会真正把你当成自己人对待。但是本王容不下一丝的背叛，你可明白？王爷放心，若为今日之言，臣女定当死无全尸，且死后不得安宁。好了，不必发什么毒誓，本王也不信这些。是，那王爷先休息一下，外面既是安全的，我便出去寻一下半夏他们，早些从这里出去。你高热方退，别再着凉。谢王爷。君战抬眼看着他有些脏污的脸上那依旧璀璨的双眸，心跳似乎又乱了节奏。叶然此时却已经踢上君战那黑色的大氅，转身朝外走去。然而就在他转身的一瞬间，他的瞳孔猛地缩紧，只见石洞中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一株绿色的植物孤零零地屹立在石壁顶端的夹缝中。那是须断草。他太急切的，一不小心便踩到宽大的大场上，整个人向前扑去。你做什么？小心点。王爷，是须断草。不许爬。王爷，我随师父在外的时候经常攀岩采药，不碍事的。本王说了，不许爬。王爷，这药草又没长腿跑不了，你急什么？等本王的人过来再采不迟。叶软腹诽一句，悻然走出石洞。他才走了一段距离，便听到有脚步声传来。半夏，长风。看到小姐的身影，半夏心中一喜，做事便要从长风背上下来。乱动什么？腿不要了？你伤到了腿，严不严重？没事的，小姐，就是不小心摔了一下，见到你没事，奴婢就放心了。长风心道，哪里是摔了一下，明明就是骨折了。叶大小姐，王爷呢？在这附近的一处山洞，你们随我来。王爷，您受伤了？小伤，不碍事。怎么可能没事？叶小姐，王爷伤到何处了？在后背，我已经替他上过药了，所幸没有伤到要害之处。不过伤口有些深，又在水中浸泡失血过多，回家后恐怕要卧床将养些时日。长风这才放了心。
不过这次也算是因祸得福，我们在这石洞发现了续断草，就在那处，你快将它采下来，记得要小心，不能伤了根茎。续断草。他双眼放光，忙飞身上去，小心翼翼地将那株草药采了下来。真的是续断草，太好了，王爷的腿有救了。几人在洞中休整了片刻，常宁和常毅便带着人寻了过来。可有留活口？没有，他们都是死士，落败后仅存的几个人也都自尽了。只是那些人的长相看着却不像是麒麟人，反倒像是伟荣那边蛮夷的长相。既寻得续断草，我的腿彻底治愈，还需要多少时间？我替王爷施针已将近2个月，若没有意外，最多只需要1个半月即可。好，待回京后将朝中的事情处理完，我会自请去父王的温泉行宫养伤，那里守卫森严，你也无需每日在2府之间奔波。这几日你便留在府中，不要出门。到时候我会向父皇请旨，让你随我同去，你可愿意？臣女自当跟随王爷前往。皇上，因昨夜一夜未眠，我让人熬了一些参汤，您喝几口吧，身体要紧。昨日朕一夜未睡，也吵到你了吧？陛下哪里的话，陛下的一番爱子之心实在是让人动容。好在景王殿下福大命大，总算是活着回来了。只是也不知道是谁如此大胆，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劫杀景王。待他回来，朕自会仔细调查清楚。陛下，这次的事凶险万分。陛下虽派了4个龙影卫给景王，可景王手中无实权，若真遭人嫉恨，恐怕防不胜防。陛下既心疼景王，左右他这次救灾有功，不如便将金无畏交于景王掌管，这样那些宵小之人也能忌惮一二，量力而行。朕儿如今腿疾未愈，若突然将金无畏交予他掌管，恐怕难以服众，还得寻得一个更好的时机。不过朕儿这次回来，这婚事倒是可以计划起来了。我原是看中许太傅家中的许子金，哪想嘉贵妃前些日子同我说，李二与子金情投意合，请朕等11月他及笄后替他们赐婚。他说在前面，朕也不好过于偏颇，毕竟李二这些年也算用心听教，只好打消这个念头。不过如今朕倒是想起了一个人极为合适，爱妃不如替朕参谋一二。陛下说便是。是平南王的女儿，平阳郡主。可是陛下，这平阳郡主不是一直随平南王在封地吗？是这样不错，可是平南王前些日子递来的折子说，平阳已经及笄，他膝下就这么一个女儿，便带着她回京来，准备议亲了。算这日子，如今也差不多快到了。朕也是因此才起了这个念头。这平南王与陛下一同长大，又一向忠心，陛下与他多年未见，难怪您如此高兴。不光如此，君离身后有西北一方的崔氏一族，说将来真的要让战儿与离儿一较高低，挑出最合适的继位人选，战儿身后也需有一个强大的助力才行。他从不排斥皇子之间的良性竞争，只有互相鞭笞，才能成长得更快。若是手足相残，无视西陵国体民生，他是万万容不得的。然而，舅母，让您担心了。林氏身后的云歌也目光灼灼地看着叶软，他忽然想起了父亲的话，凡事宜早不宜迟，免得将来自己后悔。他刚准备与舅母弟弟一起进府，叶府外面便又响起了一阵马蹄声。大姐姐，许久不见。三妹妹，陛下同意放你出来了，真是太好了。是啊，大姐姐可是从安阳县回来，我听说姐姐随景王殿下在安阳县救灾也出了不少力，连陛下都多有夸赞，妹妹真替姐姐高兴。都是景王殿下英明，我不过是做些力所能及的小事，不值得一提的。不过2月未见，大姐姐的容色似乎好了不少，尤其那周身的气质与先前已是截然不同。姐姐过谦了。母亲，听闻因照灾情，大哥宴请之事也停办了，如今灾情既已过去，大姐姐也死里逃生平安归来，可真是双喜临门。燕儿想，母亲不如将这宴请之事重新办起来如何？这好端端的，燕儿提这事做什么？也好，原本这宴席就筹备的差不多了，如今重新拾起来也容易。到时候还望云夫人和云府的公子们一同赏脸前来。这次你舅舅为了将你救出来，可是应承了陛下50万斗的粮食，这份情你得承。明日你便和你大哥一起去一趟萧府，以示谢意。我知道了，母亲。
便是你不说，我也是要去一趟外祖家中的。哦，可是找你舅舅有事？不是找舅舅，是找大表哥。你找他做什么？你大表哥是个不成器的，又向来好女色。我从前也只让叶启宁多与他玩在一起，却是交代你离他远一些的。外祖一家待嫣儿这么好，嫣儿这不也是想为表哥打算打算，为他谋一份好亲事吗？亲事？如今袁家又重新得了陛下重用，他们一向爱重大姐姐，若是表哥能将大姐姐娶到手，那对我们对萧家都是顶好的。母亲以为呢？话虽如此，可正因为云家重新得了实权，你父亲便会顾及于云家。以你大表哥的名声，他定不会同意我们在这事上胡来的。我听你爹先前的意思，待明年他及笄后，他会从今年这些举子中挑一个学识好的，不拘什么门第，只要名声好，他能向云父有个交代便可。依我看，你还是不要在这件事情上做什么手脚为好，毕竟你刚连累你爹贬官，若是再出什么纰漏，恐怕你爹心中会生了不满。是嫣儿欠缺考虑了。我们在天灾来临的第2日便让人去收粮了，却没想到京都附近的存粮几乎都被人洗劫一空。好容易打探到其中的一个卖家，他们却开价80文，80文呢，他们怎么不去抢？怎会如此？这京都附近大大小小的城镇加起来可有20余个，除去这次受灾的5个，还有10数个。难道这10数个城镇的粮食全部被买走了？正是如此，我原想派人去再远一些的地方，虽然这路途遥远，运输费人力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但总不至于受制于人。谁曾想啊，好不容易以35文的高价收了20万斗的粮食回来，却路遇悍匪，被通通劫了去，真是岂有此理！舅舅也不必过于着急，想必是有人想趁着天灾发一笔横财，此时不过也是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出手罢了。舅舅可知那开价80文的卖家手中有多少粮食？是不是所有粮食都被他们一家所控？那倒不至于，你二舅舅去与他们交涉，他们手中的粮食大概是20万斗，虽是新旧粮交替的时节，市面上的存粮也断不会如此之少。我们的人来报说，这次前去收粮的应该还有另外一路人马。舅舅放心，既有2路人马，那他们之间便有利益之争。舅舅只需等他们都冒了头，让他们互相争斗，将这价格压下去即可。否则他们手中的都是存粮，若砸在手里，他们自己也需承担风险。你说的有理，只是如今这形势，即便再压价也不会低到哪里去，能谈到40-50文便是极好的结果了。若不是为了嫣儿的事，舅舅也无需如此操劳，嫣儿心中实在是愧疚。唉，都是一家人，不必如此客气。嫣儿妹妹不是一直躲着我，怎么今日倒特意寻我前来了？表哥说的哪里的话，嫣儿哪有躲着表哥？今日这不是一有好事便来告知表哥了吗？表妹有什么好事？来说说看。萧冠清闻言有些不喜，娶这么一个无颜无才的女人，还用得着费什么心思？表哥，你便听嫣儿一回可好？况且我那大姐姐如今可是比半年前好看了不少呢，嫣儿定不会让表哥吃亏的。那便依表妹的吧。大哥，另一帮囤粮的人露面了，他们传出话来说100文一斗，1分都不能少，没有任何议价的空间。他们还说，若要买就带着银子去运粮，否则一概免谈。他们还说，这是今日的价格，若下次去便不是这个价了。什么？岂有此理！哪有他们这般做生意的？他们当我们萧家是什么冤大头不成？大哥，这摆明是冲着我们萧家来的，我们要不要将这事禀告给宣王，让他帮我们查一下这幕后之人，替我们从中调和一二？我何尝不想啊！宣王如今朝中失利，哪里有闲情管我们这些小事？何况这次我们是背着嘉贵妃去找的陛下，嘉贵妃心中定然不喜，哪里会让宣王相帮我们？那大哥，眼前我们该怎么办呢？你速去将先前那些开价80文的粮食买下，免得他们听到风声也跟着坐地起价，然后将这些粮食先送去五县应付着，剩下的容我再想想。夫君，这是今日下午那萧家二爷亲自带着银票找到我们安排的人，急匆匆的给了县银，说要及时定下契约。他还说就要将那些粮食连夜运走，仿佛生怕我们后悔一般，也不知是发生了什么事。好好，管他什么原因，如今既已银货两清，便都与我们无关了。这些银子除了将卖掉的那2处庄子买回来，剩下除去一些必要的开支，你便与你大哥一起去分配这次去赈灾的云家军。陛下此次虽然给了赏赐，但他们的日子艰难，
我们能帮一些是一些，只是这些事要私下去做。陛下纵然是明君，也需防那有心之人无中生有，误我云府有私自拥兵之嫌。这些日子我们云府也算是喜事连连，全都是多亏了阮儿的筹谋。哥儿，2日后你与我一同去叶府，可得用心准备个谢礼。我们与阮儿虽然是一家人，但是这该有的礼数还是要周全。我知道了，母亲。嫣儿妹妹，今日是叶大公子的好日子，我替叶大公子准备的一方松烟墨，以贺叶大公子年少中举之喜，还请嫣儿妹妹代为转交，还望叶大公子来日登科及第，大有作为。今日还得多谢秦姐姐在各位姐妹面前替我分辨圆说。姐姐放心，这么好的东西我一定会亲手替你转交给大哥。那便有劳嫣儿妹妹了，妹妹方才说还有事，我就先走了。好，待会儿我再过来给众位姐妹作陪。赏你了，这松烟墨算什么名贵的东西，他也好这般郑重其事的送出手，不愧是小门小户出来的。要不是看他爱慕大哥一直为我马首是瞻，我才懒得看着6品小官家的女儿一眼。谢小姐。表哥那边都安排好了吗？小姐放心，一切都安排妥当了。表少爷已经进了内院，没有人察觉。只是白芍那边回禀来说，大小姐在房中招待云夫人，她没有办法将人引过去。没关系，你去前院将2弟给我请过来。不知三姐姐忽然找我来有什么事？也没什么大事，只是想着大姐姐明日便要随景王殿下去温泉山庄了，这一去也不知道多久回来。我想着自己之前做错了事，将大姐姐嘱咐的秘密说了出来，心中实在是有愧，是以给大姐姐准备了一个惊喜，想趁着今日这好日子向大姐姐正式道个歉。奈何大姐姐一直在屋中陪着舅母，即是惊喜我自不能直白的告知于她，所以便想着请弟弟寻个由头，将大姐姐请去清染阁。三姐姐，大姐不是那般没有容人之量的人，二少爷难不成还担心我家小姐有什么坏心思不成？红袖，别说了，先前确实是我做错了事，想来弟弟是觉得我不配被原谅，毕竟大姐姐才是他嫡亲的姐姐，我不过是个外人而已，我们也别为难弟弟了。今日之事便作罢吧，我们走。好了，三姐姐，你别伤心了，我何曾将你当过外人，我这就去替你将大姐姐请出来便是。阮儿今日确实有很重要的事情，想请舅母助我一臂之力。哦，什么重要的事儿？你且说说。只待叶阮说完，便兴冲冲地走了出去。林氏刚离开不久，叶麒宁便到了青玉阁。弟弟不是随父亲和大哥在外间招待男宾吗？怎的这个时候来了？姐姐，我院里今日有个丫头，不知为何腹痛不止，方才还在清染阁门口晕倒了，我便只好让人将她抬到清染阁偏房中。只是方才下人来报说，今日这府医也不知道去了何处，所以便想姐姐过去看一看。虽只是个丫头，但好歹是伺候我久了的，姐姐最是心善，一定不会见死不救的。宁儿，你看着我的眼睛，再说一次，你让我去哪里？姐姐，你怎么了？我只想听弟弟将方才的话再说一次。叶麒宁愣了愣，迎向大姐姐那极为复杂的眼神，心中如同被蚂蚁爬过，令她焦灼心慌。姐姐，对不起，方才我说的话都是骗你的，其实是三姐姐让我这样告诉你，她说想向你赔礼道歉，让我瞒着你，将你带去清染阁。我知道我不该如此，可是我想着不过是在自己家的院子里，家中又有这么多人在，三姐姐定不会有什么坏心思的。毕竟从前姐姐与三姐姐那般要好，姐姐如今在京中也没有旁的闺中好友，若她真心悔改，姐姐也能有个人作伴。我也是不想姐姐这般孤单。宁弟弟，你说的这些东西我都不需要，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你说这样的话，你仔细听好。无论从前你对他们有多么深厚的感情，我与他们之中你只能选一个。若你选择了我，便要彻底和他们划清界限，无论发生什么事，他们如何花言巧语，你都不能有丝毫的动摇跟心软。而若你选择了他们，以后便全当没有我这个姐姐。从今以后，你的事我不会再管一分一毫，我的事你亦不必过问分毫。现在你先让人告诉叶嫣，我已经去了清染阁，然后随我一同看看接下来究竟会发生什么事，他们心中又究竟存着怎样的心思，到时你再告诉我你的选择。哎呀，我的镯子呢？袁夫人怎么了？可是丢了东西？可不是，
哎呀，这可是老夫人送给我的见面礼，我这些年一直贴身佩戴着。怎么会这样？云夫人好生想想，方才去了何处？我让下人去替你寻一寻。不用了，那东西对我重要的紧。左右今日我就去了阮儿院中，沿着路一寻过去，肯定是能找着的。不如我们也与夫人一同去寻吧，多只眼睛也容易些。夫人且与我们说说那镯子是何模样便是。好，那便有劳各位夫人了。清染阁是叶府四小姐的院子，四小姐是方姨娘所出，如今随叶老夫人去了老家，那院子已将近2年没有住过人了。林氏带着一群夫人走到清染阁门口时，就刚好遇见了正往门内走去的叶嫣。嫣儿，叶嫣听到声音，心中一跳，她正准备过来确认一番，看表哥有没有得手。嫣儿，你不是陪着各位小姐行飞花令吗？怎么出来了？叶嫣还未回答，一阵怪异的声音便隐隐约约自清染阁内传了出来。母亲，我来这里是因为约了大姐姐来此，这不会是府中进了什么歹人吧？不行，我要去救大姐姐。什么？你说这里面的是阮儿？舅母，你也不要太过担心，说不定里面不是大姐姐，我这边让人去看一看。不用，我自己来。然后他便怒气冲冲地朝着那房门走了过去，一脚便将房门踹开。屋中的一切很快便映入了眼帘，连他也没有想到那里面竟然不止2人。母亲，是大表哥，姐姐怎么会同表哥？还有别的男子，母亲还是快些让人将门关上吧，大姐姐的名声要紧。萧氏心中有一丝不悦，纵然嫣儿要对付叶软，也不该挑自己哥哥这大好的日子，传出去也不好听。让各位夫人看笑话了，我这个大女儿自小在外长大，这性子确实是野了些，一时糊涂犯下今日的过错，还请夫人看在叶府的薄面上，不要将此事宣扬出去。但我这个做母亲的求求各位了，这事若传了出去，我家软儿可就没有活路了呀。母亲，舅母，你们怎么会来此处？三妹妹也约了你们一同过来吗？怎么会？她为何会在这里？软儿，舅母就知道一定不会是你。我云府的后人又怎会做出如此道德沦丧的龌龊之事？哎呦，可是吓死舅母了。舅母，你说什么？究竟发生何事了？为何你们都聚集在此处？莫非是听说三妹妹替我准备了惊喜，过来一睹为快吗？弟弟也真是，还说三妹妹不让你透露呢。这不是这么多人都知道了吗？既大家都这么好奇，不如我们一同去看看，究竟是什么样的惊喜。软儿，不可，这里面的东西你一个姑娘家的可看不得。叶麒宁这时却仿若魔怔了一般，突然推开人群，便将那本就虚掩的房门再次踹开。而房中正忙碌着的人，这次似也终于被惊动般停了下来。叶嫣和萧氏顿时只觉晴天霹雳，因为那屋中的另一个男人是叶之凡。屋中的女子似刚反应过来，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那是方姨娘。母亲，你怎么了？自欺父亲，反而这辈子完了。叶麒宁看着倒在地上的萧氏，眼中却没有一丝动容。若非大姐姐早有准备，今日名声尽毁的便是他，而他是他们的帮凶，是将姐姐推入绝境的刽子手。老爷，今日之事，妾身实在是不知情啊！我只是忽然想去星儿的清染院看一看，谁知那里边就被人提前做了手脚，妾身也是被人给害了呀！滚开！父亲，我今是被人暗算，打晕后送进清染阁的，待我醒来后，便失去了神智，竟是有人要毁了我，毁了叶家。大姐姐，今日的事你作何解释？是不是你做的？解释？解释什么？这事儿和我家软儿有何关系？是你们萧家的人自己不知廉耻，如今还想胡乱攀扯不成？你盯着我母亲做什么？她不过是实话实说而已。实话实说？父亲，今日原是我请大姐姐去那清染阁的，我原本是一番好意，为这先前的事情心中有愧，见她明年就要及笄，想送她几件衣裳头面做及笄礼所用，以示歉意。谁知她自己没有去，大哥和表哥却被人算计中了药，做了那盘失智之事。父亲也知道她是神医苏木的弟子，
这府中除了他，还有谁能拿出这么邪门的药，能让人丧失神智？孽女，你说，今日之事是不是你做的？你大哥一向心智坚定，不好女色，若非那院中被动了手脚，他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什么叫做空口白牙？我今日算是见识了。这做了丑事之人，妾大人不去追究，反而仅凭一些无稽的猜想，便责难于表妹。叶大人要逞威风，不如还是先弄清这萧家大公子是怎么进到后院中来的吧。你说，是谁让你进来的？是阮妹妹偷偷让她身旁的丫头放我进来与她私会的。阮妹妹说她倾慕于我，而她明日便要离京了，心中不舍，特邀我过来一述衷肠。我只是听阮妹妹的安排，去了那院中等她，谁知道那里竟然会点了迷香。萧冠清，你是个什么东西？你自己心里没数吗？阮儿会倾慕于你？你们萧府莫非金玉其外，家里却穷得连一块镜子都买不起，这才让你这般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以至于生出了这般妄想。云夫人，你们云府宝贝这个外甥女，切不必如此贬低于我。阮妹妹是何颜色名声，大家心中清楚。我萧府也是大户人家，小爷我也生得相貌堂堂，她倾慕于我有何不可能？云夫人若不信，叫她身旁那个叫白芍的丫头过来问问便是。如你们所说，我既倾慕萧冠清，又怎会眼睁睁看着他与别人苟且，毁了他的声誉？谁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许是大表哥看不上你，你先生怨对呢？对了，你定是还嫉恨哥哥比二弟弟有出息，怕将来叶府落在我哥哥手中，没有你们姐弟的容身之地，便干脆连同外人将他打晕，然后再让你舅母将人引去清染阁，揭穿此事，好让他身败名裂。妹妹慎言，今日你言语诽谤于我倒是没什么，可你与父亲三番两次意有所指的牵扯我舅母与云家，我舅母可是陛下亲封的二品诰命夫人，你们这般胡乱攀咬可是要入刑的。今日之事，你们既一口咬定是我做的，便多说无益，不若拿出证据来，否则谁也别想将这罪名扣到我头上来。好，大姐姐不是要证据吗？我这便拿给你。父亲，大表哥说的对，究竟这事是真是假？把白芍带上来问一问就知道了。来人，去清玉阁将人带过来。见过老爷。你说，你家小姐究竟有没有吩咐你去萧府寻萧家表少爷来与他在清染阁中私会？父亲，如今谁人不知我院里得用的大丫头是半夏和冬春？若真有这般私密的事情，我怎会交与她去做？父亲逼问她又有何用？况且她即便招认了什么，便一定能作数吗？如今才发现白芍是我的人，怕是晚了。白芍虽然只是个奴婢，可她心中亦是有善恶道义的，她说的话如何信不得？白芍，你不必如此害怕，姐姐若是真的让你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你只管从实招来便是。白芍，既三妹妹如此信任于你，你便说说吧。老爷，是三小姐让人将表少爷带入清染阁的，她还让我将大小姐也骗过去，说在里面点了助情的药物，要奴婢小心着些，只要大小姐进去便将门反锁了去告诉她。可是奴婢哪里敢做这样的事，只好面上先应付过去，然后再推说大小姐在院中招待云夫人抽不开身，想着如此便不会有人受害了。可谁知道方姨娘今日会去那院中，至于大少爷为何会被人打晕出现在那里，奴婢也不知啊。一派胡言，你是阮儿院里的丫头，丫儿如何会唆使你去害自己的主子？何况你若是不愿，为何不早些将真相告知？老爷，奴婢没有说谎，奴婢原先便是从三小姐屋里出来的，直到大小姐回府后，才被夫人指派到大小姐屋中。夫人说让我替她监视着大小姐，原先小姐房中的刘嬷嬷等人也多是得了夫人指令的，如今府中中馈都在夫人的掌管之下，奴婢们的身契也都在夫人手中掌握着，奴婢除了明哲保身，实在没有别的路可走。你胡说！你究竟受了大姐姐什么好处，竟敢在这里攀咬我与母亲？老爷，奴婢没有信口雌黄，若老爷不信，奴婢这里有许多先前替夫人和三小姐办事赏下的物件，这里面一定有一些是府中账册上有记载的，老爷一查便知。够了，来人，先把他拖下去。慢着，父亲和三妹妹方才不是说要问一个明白吗？怎么如今他说出了真相，反倒要急着将他拖下去了？哼，她一个丫头的话，如何能当得了真？罢了，今日之事既与你无关，你便先回自己房里去吧。其他的，为父随后自会查个明白。如何当不得真？什么时候轮到你质疑为父了？女儿无意质疑父亲，可是父亲，你真的好生偏心。方才三妹妹毫无证据的指控于我，
父亲不分青红皂白的变信了。如今真相摆在眼前，是他要毁我名节，你却只急着替他遮掩。我难道不是父亲的女儿吗？我回府这半年以来，父亲便只去过青玉阁一次，还是为了三妹妹的事。在父亲的心中，我与宁弟弟算什么？是随意便可以丢弃污秽吗？我母亲堂堂云府嫡女，当时也是放弃了无数高门大户，心中真正爱慕父亲，才下嫁叶府。可是父亲呢？当年母亲尚在孕中，你便纳了萧氏进府。母亲小产失了嫡子后，父亲又不顾母亲的脸面，让萧氏先于母亲产下庶长子。母亲心软，一一从了父亲，最后还为了生下宁弟弟香消玉殒。可爹爹这些年是如何对宁弟弟的？你扪心自问，你对得起母亲吗？你现在说这些做什么？如今是要查清是谁害了你大哥。为父方才不是说了吗？我相信此事与你无关了，你且回去便是，休要在这里胡搅蛮缠。父亲，您要查谁害了大哥，我们不阻止。可今日三姐姐有意算计姐姐，却是不争的事实。她见白少不能成事，便怂恿了我去将姐姐骗去清染阁。今日您必须还姐姐一个公道，否则我们不会走。谁叫你们这般忤逆不孝的？快让开！我说了，请父亲还姐姐一个公道。好，你这般目无尊长，今日为父便要好生管教你一番。来人，将这个逆子先给我拿下。谁敢？谢大人，我已经让人回去通知父亲了。算着时间，父亲很快便会带人上门了。除非你今日将我们四人通通打杀了，否则你今日想要将这事遮掩过去，是万万不能的。如今已经折了一个叶之凡了，要是将事情闹大，再搭进去一个嫣儿，叶府的将来才真是完了。父亲不用查了，今日之事和两位妹妹都没有关系，是我败坏伦常，与方姨娘私通，表哥也只是应我之邀提前来叶府，不小心误入房中。三妹妹不知情，只是凑巧让人去请阮妹妹去清染阁而已。至于这丫头两面三刀，口说无凭，断不可信。樊儿，你胡说什么？大少爷，你疯了吗？我何时？方姨娘，祖母自小教导我们谨言慎行，如今既已事发，再狡辩也是无济于事，不如趁早认下，免得伤及无辜。他这是在拿仙儿威胁他。是啊，如今为了保三小姐，连大少爷自己都亲口承认了，他哪里还有活路？至少他认下此事，还能保下心儿。老爷，大少爷说的对，妾身愿领责罚。林氏见叶之凡和方姨娘亲口承认，也是今日再纠缠无用。莹儿、惹儿，你们去收拾东西，待你们舅父来，便随我们一同去云府小住，免得在这乌烟瘴气的地方待着，坏了心智。隐在暗处的长风和长宁对视一眼，得用不着他们现身了。岂有此理！想不到我叶父竟养出了这么两个吃里扒外的东西。大哥，樊儿，你做什么？大哥，今日之事都是大姐姐装傻充愣，有意算计，嫣儿也不想的，哥哥不要怪嫣儿好不好？妹妹若是技不如人，以后便乖乖听话些，只管将心思都用在宣王身上，用这张脸牢牢拴住他的心便是。其他的事不需要你管的，便不要再自作聪明，擅作主张，否则下一次便没人能帮得了你了。为兄这么说，妹妹听懂了吗？大哥，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叶之凡眉头皱了皱，手上忽而用了些真切的力气。我明白了，大哥。叶之凡这才满意的放开了他。父亲，今日之事传出去之后，明日上朝，竟会有御史台的人弹劾父亲，我这举人的功名必是保不住的。且陛下最是容不下德行有亏之人，说不得还会让我终身不得参加科考。父亲也不要试图为儿子辩驳，陛下有什么责罚，都恭敬从命便是。樊儿，你心中是不是有什么好的打算了？儿子自有去处，父亲只管放心。舅舅，我离京后，弟弟便拜托你们照看了。您放心，有我在，他们不敢动宁儿。只是你们毕竟姓叶，日后终究是要回叶府的。今日你与他们撕破了脸，待你回京之后，在府中的处境只怕十分艰难。舅舅放心，阮儿既选择在这个时候和他们决裂，自是做好了心理准备的。阮妹妹，我今日替你提起姑母时，神色有异，其中是否有什么难言之隐？表哥猜得不错，母亲的死的确有隐情，她并不是难产而死，而是
被萧氏所害。什么？舅舅，母亲当时怀着您弟弟的时候，不过胎位略有不正，原本只是有经验的稳婆稍加调整，母亲便能顺利的产下弟弟。可是萧氏却买通了其中一位稳婆，在为母亲调整胎位时，对母亲下了死手，母亲这才在生下弟弟后血崩而亡。混账！混账！袁绍连声喝道，转过身便朝屋外走。他多想就这样冲出去，将萧氏斩杀，为妹妹偿命。可是仅存的理智却告诉他，他不能。阮儿一直隐瞒此事，手中必定是没有证据。他此去不光不能替妹妹讨回公道，还会打草惊蛇。而且他的身后还有云府，他不能不顾一切地将他们抛下。姐姐，是宁儿错了，姐姐放心，日后我定不会再对他们有半分的心软，我会与姐姐一起为母亲报仇，更会努力上进，不再游手好闲，来日为姐姐为母亲争一口气。我相信弟弟。云哥看着泪光盈盈的叶软，只觉心中传来一股钝痛。他一直知道表妹身上有一道无形的枷锁，却不想竟是这样的血海深仇。而在解开他身上背负的枷锁前，并不是提及儿女私情的好时候。阮妹妹，姑母的死，如今你可有头绪？直到最近，我才从一个人的口中知晓了其中细节，并从他的口中得知了当年其中一个稳婆的线索。只是如今已经过去了10数年，那人怕是极为难寻。然而你只管说，纵然希望再渺茫，我云府也会倾尽全力将那人救出来。叶软上了马车后才发现，这马车不仅外面看着华贵，里面亦是布置得十分舒适奢华，这可不像他的性子呀。此去温泉山庄需要2日的路程，我身上带伤，江嬷嬷便让人备了父皇先前赐下的4驾马车来，以免路上颠簸。这些东西也是他怕你在路上乏味特意准备的。原来如此，嬷嬷费心了。王爷背后的伤可好些了？我方才瞧着王府的府医，似乎没有随行。他告假了。呀！这次王爷在陛下面前对舅舅与云家军的贡献大加肯定，让陛下多番嘉奖于他们。臣女代云府先谢过王爷了。先前救灾之事，他不也是推我出去替云家遮掩，以防军里的猜疑吗？本王不过如实回禀，况且你毕竟姓叶，便是要谢，也不该是你。王爷说的是。君战只瞥了他一眼，便不再说话。叶软见他不欲继续交谈，也没有继续没话找话，随手拿了最上面的一本画本来看。不过他只翻看了几页后，叶软面色一红，忙将那书塞回最底下，重新挑了一本来看。昨夜叶软到云府时，已经折腾到很晚，只看了不过半个时辰，便伏在岸上睡着了。君战不由轻轻勾了勾唇，想到他方才的小动作，君战伸手将被他压在底下的那个画本拿了出来，翻看之下，修长的手指一僵。这林嬷嬷真是为了让我成婚，不择手段的很。君战面无表情地将那书塞了回去，只是目光转到一旁他脱下来的斗篷时，眉间又不由自主地皱了起来。他今日这一身装扮，是已经和云父挑明达成什么共识了吗？君战盯着那翠绿色的斗篷，忽而伸手将那斗篷往前勾了勾，盖到那雕花的暖炉之上。叶软闻到一股异味醒来时，便见那衣服上已然烫出一片黄黄的焦痕。怎么这般不小心？下次放衣物时记得离这暖炉远一些。臣女知道了，下次会更加小心的。这衣服是今日一早舅母所赠，舅母还特意寻了相配的簪子给他戴上。一件衣服罢了，也值得你这般。本王倒是不知道你是这般在乎身外之物之人。让王爷见笑了，这衣服本不重要，重要的是送这衣服的人和心意。你昨日宿在云府，是云府的人所赠？正是，可惜今日才头一回穿，便被小女粗心大意毁了。叶软说着，又抬手抚了抚那焦黄处，碍眼，实在是碍眼。大事未成之前，本王奉劝叶大小姐，最好还是不要过多纠结在这私情之上。这亲情乃人伦纲常，怎能说是私情呢？叶软心中不服，正欲辩驳，
便见那人已经合眼假寐。小姐，这不是云夫人才送给你的衣服吗？怎么成这样了？奴婢昨日竟没有瞧见。在马车上时，不知怎么不小心放到暖炉上烫坏了些。依奴婢所知，这衣料可名贵着呢，平常还不易买到。不过小姐，奴婢这梳妆的手艺虽比不上冬青姐姐，可这针线的活计却是做惯了的。而且奴婢自小家里穷，还尤其擅长这缝补的手艺。回头我便寻个法子替小姐修补一下，只要将这损坏处遮盖了，应还能接着穿的，这样也不会辜负云夫人一片心意了。小姐说可好？好，你既有心便试试。你且先在这里先收拾着，待我替景王殿下施完针回来，再带你一同出去走走。是，小姐。叶阮对行宫并不熟，可因这琼华殿离军战的元辰殿并不远，便没有再换人来带路。叶大小姐来了，可是要替王爷施针了。我那丫头是个爱新鲜的性子，想着今日早一些替王爷施完针，带他四处走一走。翠儿，那我们便先走吧，别打扰叶大小姐为王爷医治。哎呀，你也是的，杵在这里做什么？还不出去替王爷守着？万一再有刺客怎么办？王爷背上这伤口颇深，纵然嬷嬷替您在这轮椅上垫了软垫，还是不要久坐，多卧床静养为好，否则会有碍这伤口的愈合。本王知晓了。这伤口原是不能碰水的，只是昨日听嬷嬷说，王爷仍要求每日净身。我知王爷爱干净，只是这医嘱还是要遵的。若王爷实在受不了，这背后也只能擦洗，切勿浸泡在水中。明明这些话府医亦是每日在他耳边念叨的，可由着叶软这软软的嗓音轻声道出，他却不觉得厌烦了。叶软这时已经推着军战来到床前，犹豫着怎么将他扶上床去。毕竟军战腿脚不能动，身量又高大，背后还有伤，得避开。军战见他停下不动，不由转头去看，就见他面露难色，一副踌躇的样子，眼尾忽而便垂了下去。方才心中积聚的一丝暖意瞬间散去。纵然这一世叶软选择站在他这边，可他心底终究还是厌恶着他的触碰吧。长宁，扶本王上去。是，王爷。半刻钟后，行了，我跟你们主子什么关系？有什么好禀报的？还请世子先在此等候。去，让开！世子，不可。宁星河，滚进来。外面的推拉声这才停止。我这风尘仆仆的四处为你奔波劳累，你倒好，自己跑到这里享清福来了。哎，真是不值当啊！你来做什么？有事便说。倒也没什么大事，不过是来看看能将你这瘸子治好的小美人是何模样。小女叶软，见过宁世子。难怪我家阿战要弃我于不顾，独自将叶大小姐带到这里来。今日一见，叶大小姐果然是个美人胚子。世子过誉了，小女哪里担得起美人二字。宁星河，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你过来继续替本王施针，不必理会他。一次玩笑都开不起，阿战，你这样可是不招女子喜欢的。不是让你在京中盯着萧家的事吗？你跟过来做什么？那萧家最近忽然没了动作，还将派出去收粮的人都撤了回来。我这不是瞧着他们是不是不想要这批粮食了，心急如焚，前来问问你预备怎么办吗？如今距他们对父皇承诺的1个月尚有7、8日，你耐心等着便是。且以你这颇有几分奸商潜质的手段，岂能容他们想脱身就脱身？我看你这特意前来，倒不像是为了办正事，是来躲情债的吧？开什么玩笑！本世子向来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用得着躲谁？是吗？鬼知道你说些什么。好了，我要在这住几日，便先去寻江嬷嬷替我安排个住处了。叶大小姐都是自己人，我们改天再找个地方单独联络感情啊。方才宁世子说萧家放弃了那批粮草，按理说应不会如此才是。这些年崔氏一族借着镇守西北，为着父皇养了不少私兵，而这养兵练兵是最需烧银子的。我在萧家这些年表面看着风光，内里却是虚得很。如今你们叶家出了这样的丑事，叶家的女儿也会受到牵连。你不在乎，可这名声对于你那个想要攀龙附凤的妹妹可是要紧得很。这亲生儿子被人利用，爷爷那里又成了未知，那萧家人心中生了局域，要敲打他们，甚至想要抽身而出，也不是不可能。多谢王爷提点，是小女思虑不周了。你原先所想不过是除去叶烟身后的依仗，以及断掉军里的财路，可一个萧家倒了，
还会有千千万万个萧家愿意取而代之，为君离和嘉贵妃所用。只有将这些抢过来攥在自己手中，才算真正取了他们的生财之道。如今宁星河遍布在西陵四处的势力已经足够和萧家叫板，所需的不过是一个合适的时机，慢慢将他们蚕食。而这次便是一个很好的契机。萧家的现银链一旦断裂，便是我们出事的时机。臣女受教了。不过想到京中那因为灾情耽误下来，虽已经装善一心，却迟迟没开业的铺子，叶软不由觉得好笑。何事发笑？小女原本还担心王爷不惜黄白之物，投靠王爷后，便也想为王爷尽一份力，准备慢慢开些铺面，为王爷筹措些银子。谁曾想，竟是班门弄斧了。既这铺子准备好了，便开起来吧。有什么需要，只管找宁星河帮忙便是。女子在这世间安身立命，本就比男子不易。不管本王需不需要，你有些身外之物傍身，也是好的。叶软没想到会从他嘴里听到这番话，不由有些微的动容。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大哥，你真的不管燕儿了吗？管，我看他本事大着呢，哪里需要我这个做舅舅的管啊？大哥，燕儿一向敬重你这个舅舅，这次也是一时糊涂。况且这次他让冠清娶那叶软，本意也是好的。若是事成，有云府在，冠清不也能谋份正经差事吗？谁能想到竟会被人算计了去，他也不想的。哼，小荣，你别忘了，我们萧家是商人，我不管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我只看结果。而结果就是他让冠清丑名远扬。如今京中还有哪家有头脸的正经人家愿意将自家的姑娘嫁来萧府？我萧家攀不起他这座大府。我知道大哥是为冠清的亲事担忧，大哥放心，日后我定会为他寻一门让大哥满意的亲事。大哥便看在我的面子上，原谅燕儿这一回的无心之失吧。这样的话你从前不是没说过，如今我儿都及官1年了，这人呢，你倒是说出个姓名来让我听一听。现在你怕是自己都自顾不暇了，还拿这种事来糊弄于我，你当我是傻子吗？舅舅，既是燕儿犯下的错，自然也该由燕儿来补救。舅舅既然担心表哥的亲事，燕儿心中倒是有一人选，还请舅舅一听。说。舅舅觉得国子监程家的嫡女可堪与表哥相配。国子监程虽是个六品，但也是个正经的官宦人家。且这国子监是什么地方？西林最高的学府，这样的人家教出的嫡女定不会差。他这混不吝的儿子不正缺一个这样的正妻吗？若是得了岳家指教，说不得下一代还能培养出几个正正经经的读书人，正大光明的为官入仕途。你说的可是真的？可别想着学你母亲一样随意糊弄于我。舅舅放心，燕儿今日回去便开始安排，一定让表哥顺顺利利的将人娶到手。舅舅若是不信燕儿，只管将银钱先备好，待这件事情有了定论，再去置办粮食。好，若你能办成此事，我不但替你将这捐粮的事解决了，要是无论你能不能嫁去宣王府，我都替你准备一份丰厚的嫁妆。舅舅便等燕儿的好消息吧。好，你起来吧，随你母亲一起用过晚膳再走。平南王明日便要进京，母妃有意让我暗中拉拢于他，你们可有什么想法？王爷，听闻这平南王不贪金银，不好女色，膝下虽有几个儿子，却只对唯一的嫡女爱若珍宝，要拉拢于他，恐怕得从这平阳郡主身上入手啊。你说的这些谁人不知？本王想知道的是具体该如何做。那位年长些的幕僚与身旁的人对视一眼，一时也没了声音。怎么都哑巴了啊？说话！王爷，平南王与那郡主常年不在京中，对于他们我们所知亦是不多，一时间确实想不出什么得用之法。不过陛下既命王爷明日设宴款待平南王，属下愿自请随王爷一同上华坊，仔细观察着平南王和平阳郡主，看能否寻得契机，还望王爷应允。以前叶之凡在京中颇负才名，如今却是声名狼藉。现在的叶之凡已经不适合再光明正大的站在他的身边了，否则只会平白让他遭人举语。王爷放心，属下倒是会以面具覆面，若是旁人问起，王爷只说是自己救下的一个毁了容貌的可怜之人，好心留在身边差遣便是。好，那就依你所言，其他人先下去吧。
本王再与知凡商讨一下细节。知凡，你是银儿的兄长，如今愿意来我宣王府为幕僚，我本不该让你服下那半月一发的毒药，可这是母妃定下的死令，望你不要过于快。王爷言重了，我既然决心誓死效忠王爷，便能定时拿到解药。这毒药于我而言，并无丝毫危险。王爷愿意收容我一个声名狼藉之人，我已是万分感激。好，这是非对错向来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待我来日成事，必会有让你重见光明的一天。谢王爷。王爷，为了感谢您的照拂，属下还为您准备了一件大礼，还请王爷移驾。君离随叶之凡来到他居住的院子后，叶之凡便将他引入内室之中。王爷，嫣儿，王爷，是我。嫣儿，你说的这国子监秦家的女儿，可是一直与你交好的那个秦冉？正是。可你表哥不学无术，还刚闹出这样的事情，他们这样的清流人家，如何会愿意将女儿下嫁？便是那秦冉自己，也定是10000个不愿意的。正常情况下自然不能，可那秦冉是个没心眼的，又十分信任于我。便是大哥这次出了这样的事儿，他今日一早还让人递了信过来询问大哥的情况，只要让他和表哥有了肌肤之亲，他不嫁也得嫁。叶软能逃得过算计，凭他却万万不能的。明日我便以大哥的由头约他来叶府。不行，这事还得回去与你父亲商议一二，若瞒着他再出了什么岔子便不好了。马车回到叶府后，萧氏便带着叶嫣去了叶世安的书房。凡儿，你回来了。母亲，你们回来了，萧家那边的事可解决了？萧氏又看了一眼儿子，暂时眼下心中的惊疑不定，将今日发生的一切和叶嫣的打算都一一说与了叶世安听。妹妹这次的计划，我觉得可行。既要让舅舅心甘情愿，自当许之以烈。至于母亲担心的秦冉有什么偏激的行为，我自会亲自劝解于他。不过，这地点不能是在叶府。大哥，那你有什么想法？嫣儿都听你的。后日平南王归京，宣王殿下带陛下在隆德湖画舫设席宴席，为他接风洗尘，届时会邀请众多官眷前去，那时便是动手的好时机。凡儿，这事儿本应避人耳目才好，何故要选一个那样的日子？众目睽睽之下，岂非更难行事？因为这一次，不仅要让秦冉乖乖嫁去萧家，让舅舅安心，还要让宣王殿下认下妹妹的身份。君离哥哥，正是。如今已经10月，上元节迫在眉睫，如今这样的局面，妹妹莫非还指望着嘉贵妃能成全于你？妹妹也该学会自己承担一些事情了。到时你只需在众目睽睽之下与那秦冉一同落水，让宣王殿下下水救你，并承诺对你负责，这事便成了。至于明日如何说服宣王，便不用我教妹妹了吧？如今你这清白身子，便是最好的筹码。可是哥哥，若我失了清白，君离哥哥却不愿应下，那……我们筹划了这么多年，如今只能孤注一掷。不妨告诉妹妹，我如今已经成为了宣王府的幕僚，服下了宣王府为控制手下之人所制的毒药。从此之后，我会隐姓埋名，在宣王府为宣王殿下出谋划策，誓死效忠，直到他登上高位的那一天。也正因如此，我才从其他幕僚口中得知，嘉贵妃如今已经拟定了正妃侧妃人选，只是这其中没有妹妹。我今日回来便是告知父亲此事，若妹妹如今若连这点觉悟和胆识都没有，以后便别再痴心妄想的皇后之位，老老实实找个平庸之位嫁了吧。嘉贵妃果然舍弃我了，那君离哥哥呢？他没有告知于我，也是默认了吗？哥哥说的不错，若没了宣王这个倚仗，任谁都能欺辱于我。我知道了，哥哥，我随你去宣王府便是。还望母亲今晚便安排好人，好生调教妹妹一番。母亲，便如哥哥所言吧。左右，我也认定君离哥哥了。君离哥哥，嫣儿将这清白的身子都给了您，您不会辜负嫣儿吧？自然，我先前面说了，这宣王府一定为你留有一席之地。王爷不用安慰嫣儿，如今我大哥被我那大姐姐算计出了这样的丑事，我们叶府的名声已然是全毁了。贵妃娘娘必定不会再让嫣儿进门。纵然王爷有心，又如何能够违背贵妃娘娘的意愿呢？君离只觉那句纵然他有心，却不敢违背母妃意愿的话，听着有些刺耳。本王岂是那般没有担当之人？今日既要了你的身子，便会对你负责到底。你放心，纵然母妃不喜，
我亦会向父皇禀明你我两性相悦，为你要一个侧妃的位置。至于这名声，待你舅舅凑齐最后一批粮食，你便亲自前去赈济灾民。虽然这风吹日晒要吃些苦头，可毕竟这次叶府之事，你是无辜被牵连。本王借着此事，为你在京中造一造势便是了。王爷为嫣儿思虑周全，只是嫣儿也不想让王爷为难，与贵妃娘娘生了间隙。嫣儿心中有一个迂回之法，王爷可愿意听？你说。将叶之凡所交代的一一说给他听。王爷可是不愿？罢了，这是个办法。虽然以母后的心思，自然能猜得出其中蹊跷，可若事情成了定局，他自也不会再追究。至于你想给萧家一份体面，让他们帮着筹办宴席之事是小事，你让他们准备起来，不要出什么岔子便是。谢王爷垂怜。小姐，您先前不是一直不肯用自己研制这些东西吗？今日怎么忽然改了主意了？先前我们在府内孤立无援，不能惹人忌惮。如今既已撕破了脸，自然无需再藏住。小姐说的对，待这次回京，小姐终于不用再与他们虚以委蛇了。父亲，我看陛下今日对妹妹这诸多的夸赞，怕是不简单。你也看出来了。听闻陛下预备在上元节为各成年皇子定下正妃、侧妃人选，如今时间将近，陛下应是有意将你指定某位皇子。宣王殿下母族崔氏也是兵权在握，陛下便是为了皇权稳固，也断不会让你嫁于宣王。以你的身份以及陛下对父亲的看重，并不会将你许给那些他并不看重的儿子。所以陛下心中的人选，怕是那位景王殿下。什么？父亲，那景王不是残废吗？陛下如此不是将我往火坑里推？女儿不嫁，且父亲答应过女儿的，我的亲事由我自己做主，父亲可不能说话不算话。休得胡言！靖王殿下是陛下嫡长子，即便是如今遭逢意外落下残疾，也容不得我等臣子编排。这样的话，为父不想再听到第二次。从前在封地，为父可以纵着你的性子来，可如今咱们身在京都，是皇权集中之地，你须知祸从口出的道理。父亲，方才是女儿失言了，只是父亲也知道女儿这次回来是为了什么。我与景王殿下连面都未曾见过，跟皇伦有感情，即便他是个正常人，女儿也是不会嫁的。你心心念念的为了那小子求着我远道而来，我看他却未必肯领你这份情。若是他当着为父的面硬下同你的婚事，为父自不会食言。只是陛下既已动了念头，为父届时要推诿也得有个由头。如今距离上元节尚有3月有余，你既决心前来，便最好快刀斩乱麻。若是那小子不识好歹，我看你也不必再等他了。你哭什么？陛下如今还未言明，一切都还是我们的猜测。父亲一贯疼爱你，如今也是为你的婚事着急，自不会任由你嫁一个你不喜之人。不过父亲的话也有理，若那人真的对你有心，又怎会忍心让你一个女子追到此处？我们回京之事如此声势浩大，他不会不知，可他至今也并未现身。妹妹亦要有心理准备，这男婚女嫁之事最是强求不得。我当军令有什么了不得的手段呢？原来就是想让平阳郡主落水，他好来个英雄救美，得到平南王助力。果真是个上不得台面的东西，他未免也太想教平南王教出的女儿了。这平南王府的儿女都是自小习武的，抛开那薛世子和那2位小将军，那平阳郡主亦是武艺了得，一手9节鞭使得出神入化。他这点微末伎俩也敢拿出来显摆？世子怎会对平南王府的事情如此了解？莫非是与王府有什么渊源？本世子自小行走四方，知道的自然多些。若叶大小姐有兴趣，可以找我探讨探讨。本世子知道的东西可多了去了。王爷，依小女看，平阳郡主落水之事，会不会不是君离所为？你想的不错，平阳郡主的事不会是他安排的。昨日宴会是他负责筹办，若是他设计了薛南珠，不仅会顾此失彼，还会惹父皇猜忌。如你们所言，这事不是君离所为，那能是谁做的？这次虽然因薛南珠机敏逃过一劫，那幕后之人没有行动，不过这人既然是夜莺有意引过去的，他必定是知晓内情的，从他那里下手也能顺藤摸瓜。君战说着唤出了长宁，你即刻回京去盯着夜莺和叶府，看究竟是怎么回事。是。你也别赖在这里了啊，萧氏得了这么大的好处，应该也马上要行动了，你也该回去办点正事了。好了，
知道我在这讨人嫌，我现在就去收拾行李，和长宁一起走，不碍您景王殿下的眼了。王爷还有何事吩咐？留下陪本王下棋。王爷，小女自小离京，并未在闺中学习琴棋书画，因此并不善此道。无妨，知晓规则即可，其他的本王可以教你。王爷，小女笨拙，恐不受教。王爷若是觉得这温泉山庄枯燥无味，不如让江嬷嬷另寻一个懂棋之人。你是不会，还是不愿？王爷多虑了，既王爷有兴致，小女自当奉陪。半个时辰后，叶大小姐难道不知道落子无悔几个字吗？王爷，您这半个时辰都胜了小女3盘棋了，眼下这局才开始，不久小女就要落败，您也得给小女留些脸面，便容小女最后一次。下棋如谋士，每一步都需深思熟虑，与脸面何关？你既坐在这棋局之上，便要谋定而后动，岂可再三反复不定？王爷，小女保证没有下一次了。宁心和内司出的主意虽不靠谱，但有一点却说得不错。他既存了心思，就该主动这些，让叶软能多了解他，不然他们的关系只会停留在盟友之上。细细想来，上一世他虽钟情于叶软，却从未对他表露，连宋小七与他作伴都不曾光明正大。叶软又是个慢热的性子，何时才能察觉到他的心意，对他敞开心扉呢？这便是君战如今能想出的，既能靠近他，又不显得突兀的两全之法。王爷，小女饿了，不如今天就到此为止。我让江嬷嬷准备些吃食送来便是。我方才见你基础不牢，应是学棋之时便无人从旁指导。我先拿几本棋谱给你，上面都有本王的批注，你先看着，有什么不明白的便问本王。日后你替本王施完针，便留在这元辰殿2个时辰，与本王学棋，午膳也一同在本王这里用。他这是唱的哪出呀？怎的突然好为人师了？叶软心中苦闷，送饭菜进来的江嬷嬷脸上却笑开了花。叶大小姐以后都会跟本王学棋，嬷嬷待会儿让人准备一张小案，放在本王的书桌旁，以后给她用。好好好，老奴今日就去替叶大小姐挑一张得用的案几过来布置一番，定合叶大小姐的心意。小姐，我们现在是先回叶府，还是直接去秦府？先去宣王府，如今哥哥在府中不能常出来，你去找哥哥取封信来，我们再去秦府。是，小姐。妍儿，叶大公子说他心中有我。自然，姐姐这些年对大哥的心意，大哥又不是铁石心肠的，怎会不知？姐姐先前送的那块松烟墨，哥哥纵然如今离开了叶家，不知去了何处，却将那墨带走了。这其中的情谊，我做妹妹的也是能看得出来的。想来哥哥也是担心秦姐姐有轻生的念头，才让我将此信带给你，让你好好活下去。他还让我替你去说服表哥，让他答应带你嫁过去之后，只要你不愿意，便不能碰你。若哥哥此次离开，能另谋一条出路，来日荣归故里，秦姐姐的心意亦没有变，那时嫣儿必定求表哥与你和离，再劝哥哥与你再续前缘。哥哥是长情之人，到那时候自然会答应的。嫣儿，既然叶公子心中有我，何必让我再嫁去萧府？不如你替我带话给你哥哥，我不在乎他如今身败名裂，只要他愿意娶我，我也愿意抛下一切跟他走。秦姐姐，我知道你的心中所想，莫说我现下也不知道哥哥去了何处，便是知道我哥哥那般骄傲的人，他怎么会愿意你跟着他受苦？且眼下与表哥有了肌肤之亲的事情人尽皆知，哥哥向来纯孝，如何能不顾及母亲及外祖家的颜面带你走？嫣儿必定会听从哥哥所言，说服表哥不强迫于你。秦姐姐便只当换了个地方住，以待来日，如何？嫣儿，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只是我现在脑中很乱，你容我再想想吧。好，这人生大事自然是要想得清楚些，指望姐姐莫要想窄了便是。那秦姐姐切莫再苛待自己，嫣儿先告辞了。若是秦姐姐想通了，便让人来寻嫣儿。阁下就是明珠商行的封四娘吧？疯娘子一介女流，能撑起这么大的商行，实在让萧母敬佩。小女子也是替东家办事，实在当不起萧家主如此厚遇呢。今日萧家主前来，可是为了那批粮食的事。正是，
疯娘子先前开出的价格实在过于骇人，不知其中可还有转圜的空间。萧家主今日亲自前来，若是以往，我自然得卖您个人情。只是这笔买卖是东家亲自过问的，便是我也没有权利插手，还请萧家主莫要为难于我呢。疯娘子，我萧家要这批粮食，一是为了赈灾行善，也同意给出100文的天价。疯娘子可否从中周旋一二，就当为这5县百姓尽一份心力了。好一个赈灾行善，萧家主这番大义，真是让人惭愧不已。不过我怎么听说萧家这次筹粮并非为了什么赈济灾民，而是为了私利呢？如今距您在陛下面前许下的承诺竟不足3日了吧？能在这么短的时间拿得出这么多存粮的，只有我们。萧家主与其在这里多费唇舌，还不如痛快些将银子掏了。阁下未免太过急功近利，这100文的价格应也高出明珠商行当初购粮的数倍了。这做生意还是细水长流方有来日。那萧家主便继续细水长流吧，我们便不奉陪了。四娘，让人送客。阁下可要思虑清楚，你们明珠商行手中囤了这么多粮食，纵然不愁出处，可这价格远不可能高到100文多。而且除了我萧家，还有谁能一次吃下这么一大批货？阁下要是想趁火打劫，今日大家一拍两散，对于你们来说也是损失。萧家主说的的确不错，不过萧家主可能不知道，小爷我做事除了利益，还得看心情。不巧今日我心情不好，偏不想挣你萧家这点银子了，您还是请回吧。这人简直是不讲武德。好，150文就150文，45万两银票，明日会一分不少的送过来。阁下即刻准备契书吧。45万两？谁说的45万两？我这粮仓里有整整60万斗粮食，最近小爷愈发懒了，不想再为这粮食再找买家，所以这粮食只争取不零卖，便劳烦萧家主一同买走吧。什么？你休要欺人太甚！萧家主别动怒啊，您放心，我这人一向不爱强迫人，断不会强买强卖的。萧家主不愿尽可离开，我知你萧家背后有人，只是我奉劝萧家主一句，千万不要有什么别的想法。我也是好心才将这粮食替你萧家留到今日，若今日这买卖若不成，我转身就将这些粮食处理了，到时萧家主不要后悔哦。萧恒最终还是妥协了。你们继续盯着萧家，叫手下的人都小心些。这次和萧家的梁子算是结下了，小心他们缓过气来反扑。风四娘应了声是后，宁星河便自弄月小筑后门离开了。宁星河，完了，客人的报应来了。宁星河来信说了，萧家已经将那批粮食运走，你估计的不错，他们手上的现银远不够支付90万两，只得从就近一些商铺中调动一些周转银钱，还抵押了些产业。想来王爷和世子下一步便是要从那些被抽调周转现银的铺子动手了。只是小女不明白，萧家毕竟只是商人，王爷在他们身上花这么多心力，可是还有别的图谋。扳倒萧家只是第一步，崔氏那边养的私兵颇具规模，这银子自然断不得。那时他们必然会将目光放到其他生财之路上，比如吏部和户部。难怪王爷要将沈卓沈大人安插在吏部，原来是早就想到这一天了。君战点了点头，看着叶软身上那4层相识的斗篷，这衣服不是烫坏了吗？王爷，是奴婢替小姐修补好的，是不是完全看不出痕迹来？嬷嬷怎么来了？今日起得晚些，可是王爷等着急了。无妨无妨，入冬了，叶大小姐倦怠些也是有的。这不，王爷也是见这天愈发冷了，特意让人准备了件礼物，让老奴给您送过来。礼物？是。翠儿，快将东西拿出来给叶大小姐瞧瞧。江嬷嬷身旁的小侍女随即上前，拿出一件红色大氅。嬷嬷，这衣裳未免太贵重了些。叶大小姐为王爷治疗这腿疾，费心费力，这点子身外之物算得了什么？叶大小姐切勿推辞才是。那便辛苦嬷嬷跑一趟了。都是老奴分内的事。好了，这礼既送到，老奴便先走了。叶大小姐只管收拾好再去元辰殿，不急。是，嬷嬷。王爷，如今你腿上受损的经脉已经修复了，待会儿小女为您施最后一次针，便会待在琼花殿中，用续断草为您配制青玉断续膏。
只是如臣女先前所说，届时需要先将王爷膝盖处错位的骨头重新打断，到时王爷可能要受些皮肉之苦，还请王爷做好心理准备。无妨，到时候让长宁动手便是，他自有分寸。好，臣女也会用些止痛之法，让王爷少受些罪。帮助萧氏害你母亲的那个嬷嬷，我已经让人寻到了，如今人已经秘密送回了京都。王爷，那人可有交代了？暂时没有，我原也是想等他招供之后再告知于你，只是京中回报来说，那人却有几分难产。如今既快要回京都，我也不想再瞒着你，待回京后我会亲自审问，定会将他的嘴撬开。王爷，您审问的时候，小女也想在场。好。叶阮回到琼华殿后，便给云府去了信，告知他们已经寻到人的事。哥儿可有寻到人了？有，阮妹妹提到的其中一个嬷嬷，的确是在萧氏江南老家的一个村落露过面。只是待我查到那村子的时候，忽然变多了线索。我这次过来也是想请父亲再多给我一些人，将搜索的范围在那村落附近扩大些。好，只是此事还需谨慎些，切勿被萧家的人察觉。父亲放心，我知道的。表哥，这次我随你一同去吧。你离开的这1个月，父亲派来让我回家的人，在舅舅手上碰过几次钉子后便放弃了。如今即便我同你一起离开，他们也是不会发现的。表弟甚少外出，这路途遥远，定是吃不消。你且安心跟着父亲在云府练习枪法，查访的事交于我便是。表哥，这是我母亲的事情，我不怕苦。我知表弟的心思，只是若阮妹妹知晓你出了京，心中亦是会不安的。表弟不要气馁，我知你是想帮忙，只是你想想，你是男子还无妨，派阮妹妹回京，你们迟早是要回岳府的。你若不能趁这些时日与父亲多学一些本事，倒是如何能保护他？凡事不能操之过急，表哥相信假以时日，你定能成为阮妹妹的依靠的。王爷，青玉断续膏已经治好了，你看今日开始可以吗？不用歇一下？不必，小女可以。君战见叶阮如此，也没再多话，应了一声好，便让长风将他推到殿中，将长宁唤了出来。动手吧。王爷，得罪了。而后他便半跪在君战身前，便只听咔嚓一声，腿骨断裂的声音在堂中响起。王爷可还好？有点疼。王爷再忍忍，很快就会过去的。继续吧。长宁依旧没有丝毫迟疑，只双手一用力，便将自家王爷另一条腿给拧断了。王爷，您可以自己喝吗？没什么力气。那我喂你。好。这，王爷自来有洁癖，叶大小姐这般直接用嘴将我吹凉，王爷岂不是要将要先了？谢大小姐，我来吧。好，那你盯着王爷喝完药，别让他早些休息。长风认真地点了点头，见叶大小姐告辞离开后，才坐到君战身旁，用汤匙搅动着那药，想将温度降下来。谁知一只骨节分明的大手忽而伸了过来。王爷是不是记错了？今日拧断他腿骨的人可不是我，是长宁啊！长宁！